20-30马赫的导弹哦，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那你从岸边打我嘛，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300个诱饵井，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就是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还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
重点还是干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哦，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哦，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哦。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壳，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越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上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也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真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
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
哪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大区，你停到第1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区域。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2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观众朋友，今天节目特别要来关心到是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1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了，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嚇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啊。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那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三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
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啊。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你可以从他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那是一种自卫、宣示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三方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
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在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它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哦。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哦，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时候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
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了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它做了这个。我们讲到它推力这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帮你做校正。它那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尖。左翼尖跟右翼尖，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哦，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岸地面的辅助器之后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岸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岸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哈，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啊，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呢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还有呢，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 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的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一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一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
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着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如果中国大陆在有6代机、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二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成飞呢？成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做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啊，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二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的第6代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而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啊，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成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成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啊，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啊，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的再圆，也飞不上蓝天；PPT 做的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